美国贫民区一名白人少年当街抢劫被黑人警察击毙，可围观群众们却纷纷指责警察在暴力执法。明明少年已经举手投降了，却没有得到公平对待，但当事人小黑却向同伴解释说自己是别无选择。那么真相究竟是怎么回事呢？随后执法视频出现在了警察局长和市长的面前，当时嫌犯确实举起了双手，可他的手里还握着一把刀，而且小黑反复警告他放下武器，但嫌犯不仅没有照做，反而步步紧逼，所以这样看来完全是属于合理开枪。局长老福觉得手下没有做错任何事情，可市长却不这么认为，因为在他看来小警察完全可以后退来避免冲突，但如果这样的话，嫌犯持刀冲进人群又该怎么办呢？所以市长在乎的是如何安抚民愤，而老福则关心的是手下有没有按规矩办事。一时间两人产生了巨大的分歧，看来眼下只能用法庭的判决结果来说话了。到了法庭上，小黑向法官和陪审团说明了自己当时的判断，和老福想的一样，小黑没有后退的原因是怕嫌犯威胁到周围群众的生命安全，但不可否认的是，他自己也怕死呀。试问如果当时是你碰上这种事情，你会选择开枪还是后退呢？小黑的态度很坚决，如果再来一次的话，他还会这么做。很快老福就从线人的口中得知了大众陪审团的投票结果，他们选择了拒绝起诉警员小黑。对警局来说这当然是个好消息，但转头好消息就变成了大麻烦，因为有人泄露了执法录像中的画面。与此同时，市长又开始了火上浇油，他在记者发布会上称大众陪审团有越权行为，所以会对此事件成立一个独立调查小组，可这也仅仅是给接下来的恶战开了一个头而已。很快小黑的搭档就在巡逻时遭人枪击生死不明，但现场围观群众这么多，竟然没有一个人愿意站出来提供线索。毫无疑问，警民之间的关系已经进入到了白热化的阶段，所有人都选择了冷眼旁观。Anybody see his shooter? Anybody see which way he went? 为了能尽快抓住枪手，局里派出了王牌警探雷哥负责调查。他通过勘察现场判断出了嫌犯大致开枪和逃跑的方向。不出意外的话，这个报亭老板应该是看到了些什么，可他却一口回绝说自己什么都没看到，还真是不识好歹呀。如果没有警方来维持社会秩序的话，你这小报亭的生意还开得下去吗？看来男人是铁了心不肯配合了。突然雷哥发现报亭老板的女儿似乎有意闪躲，所以他应该了解一些情况，但女人好像有些顾忌。最后雷哥愣是没有问到关于枪手的一丁点线索。Cop gets shot in the street like this and nobody sees a damn thing. 直到那名被枪击的警员苏醒后描述出了枪手当时穿的衣服，同时他们也锁定了这名嫌犯。这小子见到警察是嗷嗷撩呀，但是雷哥哪能轻易放过他呢？也是该到这小子倒霉，竟然自己跑进了死胡同。可是这小子挺有种啊，在周围没有目击者的情况下，居然挑衅雷哥向自己开枪。Kill me. Kill me like you killed that kid. 真拿你雷哥当小警察呢？开枪岂不是太便宜你了？难得见到嫉恶如仇的雷哥如此理智，但审讯时还是差点发飙，因为男人对枪击警察的事情完全不认，而警方目前又没有任何证据，只知道他和之前被枪杀的白人少年同属一个帮派组织，分明就是他在实施报复。可眼下警方确实不能拿他怎么样，直到技术部门调出了一条监控录像，该说不说这技术部真该下岗了，有监控录像早干嘛去了呀？视频里能看到枪手的衣服和刚刚抓捕嫌犯的一模一样，而且将画面放大后不难发现，这个女人绝对看到了枪手的长相。哎，你说巧不巧？她正是报亭老板的宝贝女儿。雷哥将她请回了警局，本来女人还不打算承认呢，直到看见了视频中的自己。但是女人十分清楚告密者的下场，因为在她所居住的贫民区，那里是帮派成员的天下，敢得罪他们的话，结局会很惨。雷哥当然明白女人的顾虑，于是答应会保护她的安全，直到这件事结束为止。再加上一番苦口婆心的劝说，总算让女人下定决心，在10名嫌犯中成功指认出了枪手。经过这么一番折腾，这件事暂时且落下了帷幕。枪手被起诉谋杀警察未遂罪，连市长竟然也放下身段向公众道歉，称自己当时否认大众陪审团的判断是一时冲动，最后也为警局证明发表了自己的看法。And as your mayor, I urge everyone to remain calm and let our system work. 关注巨石，明天接着讲。